大家好，我是龚一鸣，又见面了。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几种空间电推进系统，和化学引擎不一样的是，它们没法把能量从推进剂里发掘出来，需要有个电源来提供电能。电源功率和比冲推力都很有关系。太阳能实在太少，那么自然会有人想到，如果飞船可以利用核能，就不必担心能源了嘛。核能来自于质量转成能量，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 E 等于 mc 平方告诉我们，质量蕴含了极其巨大的能量，一克物质等价于 2.1万吨的 TNT 当量，接近2颗广岛原子弹。核能里面最弱的形式就是衰变，利用衰变做的核电池其实已经长期用于航天领域，这种方式能量转换率很低，供航天器的设备用电还行，推进就不用想了，这里不打算多做讨论。要有足够的用于推进的功率，至少得靠核反应堆来发电，再把电接到上期讲的电推进系统，这种类型叫做核电推进 NEP。2003年 NASA 的普罗米修斯计划就是这样的，不过很快就因为缺乏资金而取消了。而且话又说回来，都用上核反应堆了，却只间接用它的输出。我们知道反应堆会放出大量的热，发电也是拿这些热去烧开水。既然如此，那干脆直接拿这些热嘛。这叫做核热推进 NTP， 让推进剂流过核反应堆的散热片，瞬间加热到很高的温度，膨胀喷出产生推力。推进剂和反应物没有直接接触，排放的辐射物会极少。由于不需要化学反应，携带一种推进剂足矣，一般用液氢或者液氨。50-60年代，美国的 Nerva 核火箭就是这样的。以前说过核动力喷气引擎，这里也类似，用液态化学火箭引擎的结构，把主燃烧室换成通过反应堆来供热。其中 Nerva XE 的反应堆功率1137兆瓦，比冲841秒，推力247千牛，可以连续运行半小时，远超化学火箭的几分钟。它其实是可以取代化学火箭用于飞出大气层的，但出于对可靠性的担忧，计划用土星5号那样的火箭先推出大气层，再启动核热推进，登月登火星。后来因为阿波罗计划的裁减，不再有土星火箭，只能一并取消。不过其研究成果和实验数据为未来的核动力推进系统打下了基础。西雅图有个矿业公司 USNC 超安全核公司，他们的设计初衷就是安全小型的反应堆可以放在地下室供家里的电和热。去年他们提出了这种反应堆的太空版，用于核热推进，功率250兆瓦，比冲900秒，推力111千牛。此外，洛克希德马丁、蓝色起源、通用原子能在前不久也收到了 DARPA 的资金，用于发展核热推进飞船，计划在2025年用于地月之间的飞行。现在的技术做这件事情比几十年前靠谱得多了，要不是找到蓝色起源这个棒槌，这次真能按期实现。这两类核空间推进和反应类型没有关系，只要能持续供热就行。虽然目前只掌握了裂变反应堆这一种方式，我也不需要特别提及。接下去介绍的几类空间推进会变得和反应类型非常相关，所以在开始之前，先快速带过一些核反应的基础知识。核裂变是重元素分裂成较轻的元素，常用的有铀和钚作为核燃料，很快还能越来越多的看到用土作为核燃料的。原子弹和现在的核反应堆都是裂变，区别在于核反应堆是可控裂变，能量以温和的形式稳定输出，而原子弹是不可控的，一瞬间把能量全都爆出来。核聚变是氢元素聚成较重的元素，常用的有氢和氦作为核燃料。引发聚变需要把核燃料加热到1亿度，使其电子和原子核脱离，变成等离子体，然后再把等离子体压缩到极高的密度，使得原子核靠近到可以被核力吸引到一起的程度。如此苛刻的条件，目前为止人类还只处于初窥门径的阶段，其中关键就在于如何约束和控制等离子体。约束的一种方法叫磁约束，常上新闻的托卡马克设备就是磁约束。整个结构是个环形真空室，周围一圈电磁铁，往真空室内注入一定气体，通过电离和微波加热让气体成为等离子体，外围的磁场把等离子体约束住，使其一边环绕中轴旋转，一边螺旋加速。经过反复压缩加热，最终引发聚变。上一期说的 MPDT 和 VISMA 所用的磁等离子技术就是来源于磁约束聚变。
还有一种约束叫惯性约束，四面八方的电子束或者激光同时打在一点点核燃料上，高温使燃料瞬间气化，内爆产生的高压在中心引起聚变。氢弹其实也是惯性约束，靠的是裂变产生的 X 射线来引发聚变，它不是纯的聚变，而是裂变、聚变、裂变三阶段的产物，没法用于反应堆。惯性约束的重量和体积都可以小于磁约束的，在空间推进领域更加适用。总的来说，聚变能产生的能量远多于裂变，而且聚变的辐射少于裂变，材料的获取更容易，存放也更安全。就现在的技术水平，引发聚变能勉强做到，但只能维持极短的时间，远没有到可控的程度。即便如此，仍然可以用它来推进，这叫做核脉冲推进 MPP， 就是让能量以脉冲爆炸的形式迸发出来。最出名的当属是美国50年代的猎户座计划和英国70年代的戴达罗斯计划。注意不要把猎户座计划和后来的猎户座飞船搞混，后者只是弱机飞船而已。猎户座计划的想法非常大胆，让火箭携带大量30到300吨当量的小型核弹，时不时在后方爆一颗来推动，比冲可以达到6000至10万秒，推力上百万牛，最快可以到 0.1C， 也就是光速的10%。戴达罗斯计划则是用惯性约束，以脉冲的形式引发纯聚变作为推进。它的无人飞船重达 5.4 万吨，在轨道上建造，用氦三和氘作为核燃料，比冲10万秒，推力 7.5 兆牛，连续加速4年到 0.12C 的速度。此外，比较新的还有 MSNW 公司和华盛顿大学的团队研究的磁惯性脉冲约束法，把两种约束相结合，先用磁场约束金属环，让其瞬间坍缩到核燃料上，靠惯性约束引发聚变，产生的高密度等离子体喷出作为推力，它的比冲5722秒，成本低于只用一种约束的。用不可控核聚变听起来太疯狂，建造几万吨的飞船，所需的技术也远远超过目前的水平。下面再来看几个设计，通过小规模可控的核反应直接推进 DMP， 类似于核动力喷气引擎里说的直接空气循环。注意，出于对辐射物的担忧和禁止核实验条约的限制，在大气层内这么做基本是不可行的，必须到太空才能启用。这些设计都还在早期研发中。其中一种叫裂变碎片火箭，裂变原料被磨成碎屑状，以一张一张薄饼的形式隔开存储。工作的时候把2张原料饼挤入引擎的反应室，局部达到临界发生裂变，产生的高温把裂变产物电离成等离子，再用磁场引导等离子喷出，比冲7000至100万秒。现有技术足以做这样的引擎，但还存在大量细节需要解决。核盐水火箭则更激进，布或油的化合物溶解到水里成为核盐水，存储于特制的推进剂箱内。箱的形状和材料会吸收中子，使其达不到裂变的临界质量。当把放射性盐水抽到引擎之后，失去了箱体的条件，裂变发生，大量放热把水气化，通过喷嘴排出。有个设计能做到比冲6000至1万秒，推力13兆牛。聚变也有直接推进的版本，称为直接聚变引擎 DFD， 由普林斯顿等离子物理实验室开发。它用的是磁约束的方法，引发氦三和氘的聚变，这时候让推进剂流过聚变产生的高温等离子边缘，加热成等离子后从磁喷嘴喷出。这种设计和 VESIMA 相似，可以通过推进剂的量来调整比冲和推力，能量可以高于裂变，还没有辐射问题，目前还在早期研发阶段。在聚变方面，其实还有一种约束方法，叫惯性静电约束 IEC， 这比磁约束或者惯性约束都简单得多。这几年新闻老说的什么10几岁少年在家做出聚变装置，就是惯性静电约束的 Fusor。 它是个玻璃球的形状，里面抽成真空，中间和外围的金属网分别是负极和正极，注入一点点阳离子后，里外电极形成的静电场会把阳离子往中心加速，聚在一起，持续压缩加热。在这样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偶尔有几个离子会发生碰撞，引发聚变。虽然这个设计早就能做到可控核聚变，但效率极低，以至于不可能用于产生收益。但它源源不断地产生高温等离子体，可以当做离子引擎来用。伊利诺伊大学的 Fusion Ship 2的设计就是这样的，比冲35000秒，推力4370牛，210天可以到木星。
不过即便是聚变，飞船也仍然需要携带核燃料，所以即便航程很长，终归也是有限的。往更远的未来看，还能有什么突破呢？巴萨德冲压引擎用一个独特的思路解决了核燃料的问题。太空也不是完全的真空，仍然存在些许游离的质子。巴萨德的设计是用磁场做一个几公里直径的漏斗，大口就像一张网。空间中的质子一旦碰到这个磁场，就会沿着磁场运动，在前进的过程中逐渐被压缩。在漏斗的出口已经压到足以引发核聚变的程度，聚变产生的能量通过磁场引导喷出，产生推力。这样可以完全不携带核燃料，仅靠捕获到的质子来工作，航程无限长。Star Trek 的设计里有个巴萨德收集器，只有前一半，用磁漏斗来收集质子，存下来备用。巴萨德冲压引擎的名字和原理来自于航空引擎系列介绍过的冲压引擎，但不靠几何形状来压缩，不靠燃烧化学燃料来加热，不靠几何形状来约束喷流，而是用磁场来压缩，用聚变来加热，用磁场来约束喷流。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个情况，同样的原理，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描述方式，但因为操作的工质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实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做事情方式，把原理和实现分开，用向上抽象的原理来描述更多的共性。另一个问题就是推进剂，毕竟这也是有限的。如果星际空间的物质密度很低，能捕捉到核燃料就不错了。推进剂如何解决？来看看核光子火箭，用的也是核反应堆产生高温，但不去加热推进剂，而是加热一个耐高温的物体，比如石墨或者钨。物体受热后产生黑体辐射，发出的光子用凹面镜集中起来向后发射，就可以产生推力。对，光是有压力的，太阳帆就是靠光压推进。这里反过来，不是被太阳照射得到推力，而是主动发光产生推力。既然排出的是光子，那么排放速度到了光速，比冲差不多是3000万秒，已经达到极限，推力非常非常小。这种设计甚至不用携带推进剂，以光子作为公制。最后，从能量来源来说，既然裂变和聚变都只能把一小部分的质量转成能量，那么未来有什么方式可以把更多的质量转成能量呢？有啊，反物质。正反物质接触会引起裂灭，大部分质量都能转成能量，转化率远高于裂变和聚变。这方面有用一点反物质反应产生的能量来催化裂变和聚变的，也有完全用反物质反应堆的。结构上和前面几种核动力推进一样，但效率能提高几倍。还有用反质子反应产生的带电介子用磁场喷出的，相当于离子引擎。在科幻作品中没少提及反物质推进，比如 Star Trek 的 Warp Drive 就是通过正反物质反应来产生能量。现实中，以目前的技术，生产反物质所需的能量远大于湮灭输出的，远远没有到可用的程度。总的来说，之前2期讲的化学火箭是大推力小比冲短工作时间，电推进是小推力大比冲长工作时间，而本期讲的几种核推进方式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大推力大比冲长工作时间。这3题介绍了现有的各种空间推进技术，不管是化学的还是电的还是核的，其共同特点都是利用牛顿第3定律来工作，靠排出物质来获得反作用力，排出的速度上限是光速。那么继续往更远的未来看，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在没有公制的情况下获得推进呢？以及能否比光还快到达目的地呢？下一期我们来看看一些还在理论阶段的推进系统。欢迎继续收看，再见。